于子渊磨着江丰棉非要去给江城调回北京，一大早出发，在高速上接到了魏无羡电话，江丰棉想掉头，于子渊不让，于是争执中当场殒命。蓝启仁替魏长泽做了一回儿子，跟羡羡一起送走了老爷子。两家人没有办丧仪，静静地跟老爷子告别，送去火葬，骨灰与奶奶合在一起。晚上羡羡拒绝摆灵堂，也不要老宅挂白帆，一切如常。蓝启仁跟蓝曦臣见状，主动告辞了。也不知道谁走漏的风声，次日清晨，一整条胡同摆满了花圈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吊唁看得魏无羡火大，喊来一直守着另一个院子的温宁来清场，收拾了一整天才算弄干净。蓝忘机寸步不离守着，他生气，便静静地握住他的手；他难过，便将他轻轻地揽在怀里；他睡不着，便听他一件一件讲小时候的调皮捣蛋。他有多悲伤，他就有多痛楚。即便如此，还是很庆幸，这一次终于可以被依赖，再不用承受奶奶去世时他冷着他的那种苦。漫长的黑夜里，羡羡扑在蓝湛的怀里，哭得失去声音。再没有亲人了，即便他们走的都不痛苦，可终究是阴阳两隔了。再没有家了，即便所有陈设都没变，但人不在了，就什么都不在了。再没有退路了，闯多大祸都能兜着的依仗，从此都没有了。他哭得一次一次呕吐，鼻涕堵得喘不上气来，憋红了脸打着哭嗝，一句话都说不成。蓝湛一遍一遍地轻声说着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人都是一瞬间长大的。哭干眼泪的魏无羡决定努力幸福，因为爹妈拼死护着他的时候带给了他小哑巴，奶奶走的时候交代他要带蓝忘机回家吃饭，爷爷亲手把他交到了蓝忘机手里，为他坚持到领证结婚的那一刻。一家人都让蓝湛来爱他，那就好好爱吧，好好幸福才对呀，有谁希望他哭成这样核桃眼呢？至于守孝礼节，老头子如果能说话，怕是要抡起擀面杖骂他一句，守什么老史子孝，滚去好好过日子。于是蓝湛余下的假期，他们决定按照原计划去旅行。两个人先是回到自己的院子懒了一天，羡羡几乎一整天都在床上度过的，蓝湛乐地伺候他，端了温水给他洗脸，铺着毛巾刷牙，一日三餐拿到床上喂他吃，哭了便抱在怀里擦着眼泪哄，说话就把他放在胸口仔细听，累了给他盖好被子看他睡，等他睡饱了想动一动，就给他穿好衣服牵着手溜达。晚上睡不着还是难过，心疼极了就压在被子里狠狠地吻。在失去感爆棚的时候，人是需要占有的，或者被占有。魏婴要，蓝湛便给，只不过从没有一次情势如此龙争虎斗般汹涌猛烈，像打斗，像无声的争吵，没说一句话却都红着眼哑着声嘶吼，狠到至死方休。众心感觉身心被填满，天没亮，他们就收拾东西出了门。最早的航班飞重庆，魏婴惦记这里的香和辣，蓝湛觉得这里太悲伤了，要陪他重新走一遍也好。酒店订了一家5星的，古风古色的，房间里的沙发茶几都是榻榻米。看魏婴一进门就踢掉鞋子倒在床上，蓝湛便知道他是喜欢的。放好东西，去被子里捉人。宝宝，早饭还没吃，下去吃点吧。不想动，这家酒店的小面评分很高。是吗？贪吃的人一顾涌就起来了，迅速穿好鞋子回头瞪人。不是下楼吗？还不走？餐厅有专门的小面厨房，开放式的，一位漂亮姑娘在煮面，细细的面条弯成一卷，放进沸水里煮软，烫了3-2颗油菜，浇了一点面汤和牛肉汤，端到餐台递给客人。2位好，请自主选择调料。这边有豌豆、肥肠、牛肉、辣酱、酸菜，还有葱花、香菜、蒜泥、榨菜等等，请根据个人口味添加。这边还有卤蛋和煎蛋，祝您用餐愉快。蓝湛看了姑娘一眼，略点了点头，搂住了魏婴。10点多了，餐厅虽然人不多，却也没见过哪个厨师如此殷勤的。不管他这热情是给哪一位的，总之都不行，多看一眼都不许。魏婴满眼都是红辣椒了，也没顾上这瞬间的暗流涌动，端着面挖了一勺辣酱，又加了肥肠，又加牛肉，又加豌豆，再抬手就被夺走了。宝宝，在家就太闲了。啊，也是。
蓝湛一手搂着腰，一手捏住勺子，并没端一碗面。魏婴没觉得蓝湛紧紧搂着自己有什么不对劲，但看他不拿面就觉得很不对劲。你不吃的吗？怕辣，想跟你吃一碗。煮面的姑娘脸红成了虾，又忍不住偷眼看。果然帅哥是属于另一个帅哥的吗？高一点点的那个，面上那么冷，但是好粘人。娇一点点的那个，憨憨的，但是好可爱。哦，要卤蛋还是煎蛋？这个卤蛋看颜色就很入味了。那宝宝吃卤蛋，我吃煎蛋，要溏心的那个。选好了东西，蓝湛接过来碗，仍是搂着他，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。蓝湛，我家的东西口味都重，你确定要吃？我喂你，还是你喂我？啊？魏婴看了看周围，毕竟不是自家院子。那个煮面的姑娘偷看你。啊？有吗？确定不是看你？不管，要喂。蓝湛撒起娇来，魏婴一样的没脾气，只能乖乖哄。但是喂小面这件事难度还是挺大的，魏婴挑了一筷子试了试，就放弃了。他估计能崩2个人一身油汤，于是认命的放下了筷子，张开嘴等吃。蓝湛就不愧是蓝湛，果然是能做精密仪器的人。挑起小面转几圈，卷成一团，妥妥的投喂。魏婴不禁感慨，自己吃都做不到这么优雅，果然以后还是被投喂更好一点。蓝湛，你什么时候吃辣椒这么淡定了？不辣吗？爱屋及乌，习惯了。真的不呛吗？你胃不好，别逞能。没事。不许哄我。适应了而已，没事。魏婴还是将信将疑。蓝湛起身隔着桌子偷了个香。放心，你喜欢的我也喜欢。又睡饱了一个午觉，2个人才在黄昏中去往洪崖洞。蓝湛以为魏婴看到灯火辉煌、香气四溢的连廊，会一头扎进去。可他没有。魏婴站在这座热闹非凡的楼群中，失神的感叹，真的很像千与千寻呐。蓝湛不懂，马上打开手机百度。千与千寻宫崎骏的动漫，误闯了神灵世界之后，千寻克服困难救回父母的故事。虽然从小到大都不看动画，但他意识到这个故事并不开心，但也来不及看内容了。悲伤也好，酸楚也好，总是说出来才能放开，便缠着魏婴给他讲。千寻是个10岁的小女孩，她的父母带她误闯了异世界，来到一条摆满了美食的街道，那些吃的没人看管，她的父母贪吃贪便宜，不听劝说大吃大喝，结果变成了猪。蓝湛看了看眼前的摊贩和店铺，脑补了一下，他怎么叫他们？他们已经变成了猪，还在不停的吃，都不理他。小女孩急哭了，很害怕，但鼓起勇气进入异世界，寻找解救父母的方法。蓝湛想，那一定很难吧？一个小姑娘进入奇怪的地方本就害怕，父母还变成猪，她一定很孤独。这个父母真的很糟糕啊。她遇到了白告诉她，这个地方必须工作，不然就变成各种动物。汤婆婆掌管这里，她又凶又贪财，通过剥夺名字来控制别人，只给她留下了签字，就像白的名字也只剩1个字一样。如果自己忘记了，就再也出不去了。